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央视网发长文点评杨洋《凡人修仙传》，只字不提演技，却句句珠玑。杨洋领衔主演的古装玄幻剧《凡人修仙传》正在热播中。起初很多人是来看笑话的，因为杨洋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扮演宋焰后被群嘲演技油腻，导致口碑一落千丈，被封端王。没想到《凡人修仙传》后，杨洋真的翻身了。杨洋的韩立一出来，让人明白了什么是脸在江山在。杨洋去油成功，大家也都原谅了他。作为一部戏份超过90%的大男主剧，杨洋真的算是撑起了这部剧。台词好，打戏漂亮，把东方美学发挥到了极致。除了杨洋的颜值和自然细腻的表演，这部剧备受夸赞的还有绝美实景拍摄加上精致华丽的特效，青云山云雾缭绕，让人感受到壮阔的天地，真如仙境一般。冲着这养眼的画面，都看得人欲罢不能。剧情也越来越上头，懵懂山村少年慢慢变成了杀伐果断的韩天尊，以隐忍谨慎之稳，行步步为营之道，主打一个稳字诀，始终贯穿着一条传统处世智慧的精神主线。这种精神是深植于人物行为方式和世界观构建中的东方哲思。剧集播到一半，央视网文娱也下场点评《凡人修仙传》了，只字不提演技，却字字珠玑，句句说到观众心坎里。人生如修行，寻道亦寻己。在国产玄幻题材层出不穷的当下，《凡人修仙传》并未以主角光环或爽感叙事博取注意力，而是以一种更为真实的叙事方式，描绘了一位伪灵根少年韩立在一路艰苦修炼中谋生、修行、成长的历程。韩立在偶然下踏入修行之路，他谨守凡人初心，自立自强。如果说修行是该剧中的显性脉络，那么遗憾则是韩立在修行过程中隐性而深刻的情感底色。他修行路上的节点都伴随着某种告别，儿时的亲人、小镇的回忆、最初的师门，并肩修行的伙伴，这些分别大多来得悄然无声，却又无法挽回。这些人生处处是遗憾的瞬间，让修行这一过程不再是单向度的力量获取，而是一种在不断失去中获得成长，在不完满中领悟人生的过程。无论成败，人生本就充满了不完美。在不断失去中，他找到了成长的意义；在不完满中，依然拥有坚持前行的力量。也正是这种基调，使得韩立这个角色具备了更强的生命质感。他不是完美的英雄，而是一个不断与命运交手，在失去中寻找方向的人。剧内里始终贯穿着一条传统处世智慧的精神主线，这种精神是深植于人物行为方式和世界观构建中的东方哲思。韩立的修行哲学是第一任师傅莫大夫教他的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，欲清于浊，以屈为伸，这对韩立影响较大。他不争第一，却能在七玄门遭遇危机的关键时刻果断出手。他的行事风格虽不锋芒毕露，却在沉潜之中厚积薄发。面对人性的复杂，他主动退出七玄门，去看世间更多好景色，继续修行。这展现了传统文化中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处世智慧，具备了借虚构说人世的映照价值。本剧的修行是在大量传统文化滋养下的演绎，主创团队在创作中走进悠远的历史与视觉传统，从古画中寻找灵感，将仙人乘茶之意象融入黄风谷、偃月宗等门派仙人的飞行法器设计中。比如以古画中树根制伐、仙人遨游的茶为灵感打造的飞行器设计，不仅呈现出视觉观赏性，也强化了作品的文化根基。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应用，使得剧集在美术与符号系统上展现出深邃质感，每一帧都是中式美学啊！
凡人修仙传》通过一个没有光环的凡人角色，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存、遗憾、成长与哲思的故事。当修行不再是轻松跃迁，而是逼近生活本相的过程，它便不只是通向彼岸的通道。在韩立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了一个更真实、更复杂也更坚韧的凡人形象。韩立修道亦修心，你我凡人亦在平凡生活中努力生活，修炼强大的内心。